8楼的茶水室。台湾的补习文化盛行，尤其在都市里，学生们为了提升成绩，即便再晚，也愿意留在补习班复习功课。阿杰是一名高中生，和其他同学一样，每天放学后都会赶去位于市区某栋老旧办公大楼的补习班。这栋大楼有10层高，补习班设在8楼。多年来，这栋大楼曾是证券交易所，进进出出的都是在市场里争分夺秒的交易员。随着建筑逐渐老旧，大部分的公司搬离，仅剩几个楼层还有租户在使用。这座大楼总是散发出一股压抑的气氛，特别是在夜晚，整栋大楼显得死气沉沉，似乎暗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。那天晚上，补习课持续到10点多。阿杰疲惫不堪，决定去厕所洗把脸清醒一下。他经过空荡的走廊，走进厕所，洗了脸，稍微精神了一些。当他从厕所出来时，对面的茶水室里亮着灯。这间茶水室平时是老师们休息的地方，学生们很少进去。他瞥了一眼，却发现里面似乎有个人影。那人坐在角落，低着头，一动不动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有人在？阿杰心中充满疑惑，因为他清楚知道，这时候补习班里应该已经没人了。他想看得更清楚些，于是走向茶水室，但当他走近时，身影依然低着头，没有任何动作。他心里不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，突然那个人影微微晃动了一下，像是在轻轻的左右摇摆。阿杰停住脚步，心跳开始加速。这个动作显得极度不自然，让他感觉到一股毛骨悚然的诡异。他试图冷静下来，不再继续看向茶水室，而是转身准备下楼。补习班的电梯他从来不敢搭，因为听说这栋大楼的电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自己启动，甚至停在没人使用的空楼层。阿杰决定走楼梯下楼。他快步走进楼梯间，楼梯间的灯光昏暗，墙上隐约还可以看到褪色的告示牌，似乎还保留着当年证券交易所时期的痕迹。他一阶一阶往下走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陈旧的霉味。楼梯间的禁忌让他每踩下一步都显得格外清晰。正当阿杰走到7楼与6楼之间时，忽然一阵凉风吹过，令他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了一个声音，低沉而沙哑。看到我了吗？这声音从身后传来。阿杰整个人僵住了，胆战心惊地转过头，却什么也没看到。他心里告诉自己是错觉，可不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。他加快了脚步，想要赶紧离开这栋大楼。然而，当他走到5楼时，感觉背后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，仿佛有人在楼梯上跟随着他。这种声音越来越清晰，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。他的手心冒出冷汗，不敢回头看。终于，他听到那个声音再次响起，这次更加接近他。你知道我还在这里吗？阿杰忍不住回头，这一回，他看到一个身影正站在5楼的转角处，低着头，穿着一套过时的西装，手里还握着一支破旧的圆珠笔。那个人影依然低着头，像是陷入了永无止境的思考与计算。这不是活人，阿杰惊恐地想到。这个人影就像一具失去灵魂的躯壳，不属于现实。他不顾一切地冲下楼，脚步声在楼梯间回荡，却听到那个沙哑的声音在他耳边回荡。好多单子没做完，好多钱。阿杰终于冲出了大楼，直奔马路上，直到彻底远离了那座诡异的大楼。后来，他从老师口中得知，这栋大楼在多年前是证券交易所的办公室，曾有一名交易员因为承受不了长期的压力，在交易日崩盘时，直接在楼梯间自缢。他的灵魂似乎至今还徘徊在这栋大楼中，无法释怀那些没完成的交易，继续等待那些永远无法实现的获利。自此以后，阿杰再也不敢在补习班待到太晚，总觉得每次经过那昏暗的楼梯间时，总有一双看不见的眼睛在黑暗中注视着他。